对于这个模特呢，我们首先先分析它的脸型，还有它的发量以及头骨的一个形状的分析。首先呢，它的发量是特别多的，那么前屈的发量呢是后屈的只有1/4。那结合它的脸型，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款商业的第一款是中短发，一个接近于 long bob 的长度。那头骨这块，它前屈的发量是比较少的，发际线是往后移的，所以在这款头发上我们会给大家去剪刘海。那后屈的发量会比较多，它的头骨的形状弧度还是不错的。那我会结合它的发量，把它的后面的发量平整的拿层次剪完之后，会平衡它的量感，以及结合前屈。那如果说我们剪到 long bob 这个长度的时候，那么在垂直自然状态下，前面的发量分配一定会比后屈要少很多，所以我会着重在后面这个层次上把它提升起来，来做出来是个圆润饱满的形状。而前屈呢，我会选择低层次。那么在开始剪之前，首先我们先考量的第一个是长度的设定。那如何是在剪一款long bob 的时候，可以避免头发的底线外翘？我们经常在剪的时候呢，一边会外翘，一边会内扣，这是一个原因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二是如何在设定长度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头发的落差。那么这个是一个参考值，它的头型是有弧度的，那头型不是很大，那可以在顶区我们去设定一个长度，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那我是觉得呢，在它头抬起来的情况下，我们在释放的时候所剪的长度在刚好落肩。那最后我们通过把底线去角，你可以把底线去磨圆，最后它的落肩刚好在根毛以上。然后后屈我是采取一个三角堆积，斜前的一个低层次留下，就开始裁剪。OK， 我们现在开始裁剪。首先我们定长度，这个长度呢，可以选择去用削刀来去定，也可以选择用剪刀来去做点剪。那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习惯，只要你不是把底线剪成齐的、平的、很厚实的这样厚实区呢，我们再去修饰的时候就会很麻烦。我选择是点剪，首先第一步定一个长度，落基。那一定要比我们要预想的，比你要预想的要长1到2指位。定完长度之后，我们到两边的内侧，通过去角去减掉一点长度，同时为了让两边变得更圆润，这并不是最终的长度。所以对于头发多的来说，这个长度它只是现在释放所定的一个长度，最后可能会在上有1公分左右。得到的是一定剪完之后不可以是外面比里面短。这一定是我们剪完之后多在里面去做去角，然后最后剪完之后外面是内刀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两侧不仅要把它去磨圆，还多用点剪去把切口呢给柔和。那么在去角磨圆的时候，一定往左，也要往右，这样自然拨动头发的时候，从外侧不可以出现外翘。如果这个时候出现是这样外翘的情况下，那么再去剪层次的时候，整个头发往外翻的概率就比较高。那最后堆积这个饱满的层次就可能会弱。那是另外一种层次的结果，而不是这种低层次。OK， 这是第一层。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剪层次。在定好这个长度之上呢，我们只需要去一点它的角就可以了。这个层次起得越高，那么最后这个饱满度就越弱。在这个层次起得越高的时候呢，它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底下的重心也会越弱。所以不破坏底线的情况下，我们点剪把它们的角去掉就可以了。在剪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原位贴拉，到了转角这里呢往后带。通常我们是保留底线1到2公分不动的，转角两侧往后带，不用碰到底线，多做点剪。干法之后呢，修饰起来就会比较简单。他们所贴拉的角度也不要超过45度，通常我们是在30度左右，这样呢低层次是比较柔和。因为 long bob 它要求呢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低层次轮廓，而不是中高层次，也不需要把后面剪的坡度特别的有斜度。堆积的不要太强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往里面扣的，这样拨动头发的时候呢不会乱翘。虽然它头发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从右边开始，那么又是剪这种柔和的中短发的时候，我们注意的是分层呢是比较少，我们直接第2层直接分到我们的黄根眼以上，根据底下这个切口直接去剪，让我们调拉的角度不要超过40度。那带发片的时候，在转角以内我们可以原位提拉。到了转角这里，我们差不多第3片，然后我们点剪这个切口呢，不要太深，太深最后的切口看起来会比较糙，也比较散。保留切口的干净度，但是要有柔和度，所以我们的剪切口应该在1公分以内。越往旁边我们角度越低，定在这个位置。到第3层的时候，我们直接从刚刚划分线分到我们的侧部点。
两侧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提拉起来去定长度，自然垂落的情况下，顺着底线去剪，耳朵这里也一样，夹起来，自然缩下来。这样剪完之后呢，前面一定还会偏长，这样我们就去个角就可以了。这样只是得到了耳朵后面这个连接的长度是差不多好的。那么在剪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不希望得到是前面特别斜前往下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视觉会被拉到往前去延伸，会显得前面的锐度会比较长。所以在两侧过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圆润度慢慢过渡起来，不希望前面这个角是长的。当我们前面越长的时候，在侧面看，其实它偏方的和直线型会越强，柔和度就会越弱，也不利于我们后期去做磨圆。再去把转角这里检查一下，在侧面去看，一定是一个低层次，流向往前，它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很柔和的一个轮廓。最上面一层一样，我们只需要去定一个长度，表面一层我们压低角度，因为在吹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表面去做点剪，以及让表面去角去柔和，都会把表面的层次提高。那这一层我们尽可能去压低角度。还有一个，它的发量超级多，吹干之后这里也会松弛，避免吹干之后这里层次脱节，所以压低了。到了两侧我们不需要去提拉了，同样往耳朵后面一夹，顺着底线剪就可以了。因为它本身有刘海这个长刘海的长度，所以呢我不会再给它去剪刘海，只要把它的刘海后面旁边去做过渡就可以了。那两侧的时候一样，把前面最尖锐的去掉。那么在去前面最尖锐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在原位去，我们一定要偏移它，这样得到的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倾斜力。前面的刘海，通常我们在没有刘海的情况下，设定的是它嘴巴这个长度，它刚好的长度在这里，所以我们直接过渡就可以了。平行头皮去提拉，手位慢慢往下去照，这样前面呢有自然过渡就可以了。这样这个侧面看起来是很舒服的，是一个低层次的。那我们只要剪完整个结构之后，把它整体抹圆，以及呢把后薄去做均匀，那这样就会看起来很内扣。那么还可以在后区这里，我们去起一个中高层次，可以知道它的动感和推力，这些都可以。OK， 我们进行另外一边。在第一层我们直接分到这个枕骨点以上，那第二层呢，直接我们分到黄金点以上，分到黄金点和黄金点以上，这都可以。根据发量，那要求是层数分的少一点。那么在剪这样的头发的时候，如果你分了很多层去剪的时候，第一呢，对我们的效率会减慢；第二呢，在剪的时候剪很精致，未必能出来很柔和的一种结果。我们要控制好角度就可以了。首先在黄金点以下都是起不要超过45度，都是在30度左右，低层次去裁剪。那么在剪这一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是我们手不可以这样压头发，而是呢自然向内去扣，这样可以减少外翻，减少手对头发的一个张力，一直走到转角才定住。在裁剪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用宽指做，没有张力，到了这里才定住，一直到转角。在这个时候呢，不急着去这个角，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以这里最长的长度去剪全面的头发。如果你把这里剪得太短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引导的误区，你会把这里剪外侧会剪很短。直接从这里分到我们的侧部点，侧部头发最突出的这个地方，耳朵旁边的头发我们都是夹在耳朵后面剪，不需要去提拉，张力越小是越好。后面这里我们还是按照剪层次，就到转角这里还是定住，耳朵后面这里不需要提拉，顺着这个底线往前去抬剪就可以了。剪完之后再把前线去掉，去完角之后我们要把转角这里呢去磨圆。这个时候开始磨这个角，第一可以减少这里的外翻，第二可以呢解决我们反手位偏移过多，尽量把头发往前去靠，后面的圆润度也会比较圆。同时呢，在头翻正的时候，不要让前面看起来过长，所以前面一定是走圆润的。所以开始我就说了，我们的目标是要剪出一个偏圆润的一个错误。最上面这一层一样，直接放下来，压低角度，压低角度是为了保留更多的一个去角空间，提升层次的空间。这边的剪的时候一定要站位，我们的手跟头位有走的情况，两侧一样，不需要去提拉。往耳朵后面一夹就可以了。那通常在工作的这个现场，我们还可以用削刀去解决这个底线的问题。第一更快，第二更高效。再去把前面头发梳下来，根据另外一侧刘海的长度，我们去剪前面，随着头型慢慢往下降，前半头全部都是低层次看。如果本身是很长的刘海，那我建议大家用削刀去削这一块，出来的结果会更柔和，会更自然。那剪完之后呢，它会有生硬的痕迹。再去把这个偏角这里呢往前去梳，检查一下，在侧面去看。这个前面是没有层次的，后面是一个低层次，那一定要避免这里是这样外翻的结果就可以了。那这样整个结构就 OK 了。第一步我们把结构剪完之后，只是得到一个整体它不会外翻一个中间的一个 lump 的结果。那么在后面看也是，那这里的层次都是过低的，因为我们有意去压低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步骤是在这个结构之上，如何去把后面的层次做圆润，同时呢把两侧这里剪头宽的从后面去看，剪两侧头宽的把它可以解决掉。同时，去完角和磨圆润之后，我们还要把里面的发量做均匀，这是我们接下来的步骤。首先，我们从后面这里开始，第一个角度先水平带起来，去掉这里最尖锐的。在去这个长度的时候呢，我们在1公分左右、2公分以内。第一呢，层次幅度拉得大，会导致后面会容易脱节。
把最尖锐的和压低的这一部分提拉到水平就可以了。在剪的时候呢是随投缘。那有一种结果是我们在剪结构的时候后面就已经剪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建议你们再去角磨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磨两边就可以了，而不是呢再去在中间这里。那还有一个结果是你后面的层次剪得太低了，可能跟零层次差不多，没有层次了。然后再去做去角磨圆的时候呢，意义就不大了。两侧的头发都是向两边去剃了，原位去剃了，都是带到水平。你会发现呢，越到前面其实去的会越少，越到两侧的时候会越多。到了前面这里呢，基本上去不到了，因为本身呢前面的长度就在这里，这是第一步，把表面的层次先做好。这一侧也一样。那有的人去角的时候，他直接提拉就高于这个水平去提拉，一放下来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层次落差就会比较大。细软的头发还好，那么粗硬的头发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脱节的程度。都是随头缘走一圈。越到前面其实越去不到了，去了表面只是解决这里层次过低和过重的结果。那么现在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在吹干之后，我们客人在拨弄自己的头发的时候，让外面这个层次头发有点流向往后，那么这个时候是顶上的层次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在顶上去剪的时候，这里一定要随同型去画圆。那么在剪的时候呢，一定是分为3步，第一步一定是向前，去的长度同样不超过2公分。第二步正在中间，第3步呢和后面刚好是衔接的，这里刚好是走圆的。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只有正中间这里能剪到大概2到3片，过了转角线就剪到了。在顶上我们可以分大发片去角，最中间的时候能去到。我们可以先从顶上去，这里去水平，也可以呢，先去这个水平，再去顶上，这都可以。那一定是先往前带，再往中间啊，这是第2步。做完之后，这样表面就会有层次了。那么还有前面还有问题，就是他的头发是后面特别多，前面特别少。但是因为整体发量都多，所以我们要把它从侧面开始，再走个圆层次。那因为前面发量比较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分为一片，从我们的顶部这里垂直我们的转角线，然后往我们的底线上面去过渡，把中间这个角给抹掉。不要动到底线，一动到底线因为前面的发量本来就少，会容易剪缺。当我们的顶部以及两边都去完角之后，我们这时候开始做我们的后取，所以这个时候是能解决头宽的问题。用圆形层次从侧面开始，那么在第一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分到后一点，提拉的角度一定以分分线这个厚度开始，去把这个转角的角磨掉。那么在磨这块角的时候一定要很细，不需要磨多。第一，磨多了之后，你容易和前区的层次产生脱节；第二，容易把结构给破坏掉。所以第一个角度我们是往侧中线这里带，上下过圆就可以了。再在这个转角线的位置去做点剪磨圆。在做后期的时候，头发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水平去提拉抹掉最尖锐的，一直做到我们的上下转角线，也就是黄金点这个位置。那再到黄金点这里呢，基本上你也是抹不到了，因为水平已经抹掉了。然后对于头发发量特别多的这个区域呢，我觉得要多去做。第一呢，提升这里的层次，让这个侧面看的时候不是单一的错过这种层次的一个固体形状，这里慢慢会起一点层次出来，那看起来会更柔和，同时会更为动感。所以这里呢，你要多做2遍，这样头发不会僵。那我觉得在这个中短这种铂铂中，在侧面有流向的情况下，你们微微要看到一点层次，这种动感会比较好看。这也是符合烫发和做造型的一个轮廓，微微的有点像凌乱。同时呢，在静态的情况下，这里有点层次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出现整体往外翻。从侧中线这里开始，第一层的划分的时候一定要分厚一点，头发是从底下往上梳，往反方向去带，去掉这个最尖的，一定要分为2个角度啊。第一个是往前带，第二个才是转角的这个后面的紧侧点，否则你抹不圆，一直剪到我们的表面。第2个角度我们才能从转角这里开始，现在的角度要够高，从底下往上梳，一定要带到水平这个高度。头发长我们采用反夹或是这个顺手往上夹线都可以。头发短的时候呢，可能就夹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要顺着去提。我觉得这个反手微转夹呢，第一个更好的看到这个角的存在，第二剪的时候呢，它也可以控制这个头发这个里短外长。通常呢，反手边是要做2到3遍，侧手边1遍就够了。那也可以人站在另外一边，其实都可以。去角磨圆的作用是为了圆润轮廓，收窄头皮的体积。头发越多，我们做的遍数越多。但每一遍去的时候，并不是说拿掉它的长度，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呢做的比较柔和，做点点。不建议在这里剪的时候切口剪得很大，然后呢下刀下得很深，那会容易破坏结构。所以每遍我都是小的点点去磨圆它，切口点揉，把我们剪三角飞机的切口呢拼的去中和掉，让它底部的层次往前走，这样就 OK 了。其实在这个长度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把发梢打得很薄，那这里会自然内侧会形成外翘，前侧会形成内扣啊，这是比较偏动感的啊，靠修饰出来的结果。然后外侧的层次呢有点飞机的饱满，这样的结果其实会有一点鱼尾。要看你的发量如果太多的话，吹干是达不到的。一般发量比较少的情况下，偏少一点，其实做这样的结果其实会有动感和偏日系的结果。那我们今天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它
剪完之后是偏很柔和很薄那种。我只要中和它发量，第一让我的流向是往前走的，第二我们前面的造型可以往后也可以往前，第三呢发尾的柔和度不是这种硬的就可以。我更喜欢它在自然波动情况下的时候，后面再有一点点微翘，然后呢上面追击是扣下来，这种浪波波是比较自然的。接下来呢去完角之后，其实我们要检查一下后头围的宽度啊，是不是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么一开始定底线的时候我也说了，定在这里并不是最后的结果。那发尾去完柔和度之后，其实还会缩一点点。那我们的整个轮廓印象是看起来是圆的，而不是方的，这样结构部分就完成了。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后区，它是有底部层次的。看到我们的侧区 ，OK， 我已经把头发分为3个区，在去量的时候，因为它后区的发量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着重是在后区这里去做它的去量。那么去量的目的着重只有2个，一个是去完量的头发会改变风格，另外一个是去量是为了均衡它的量感比例。所以在它的头发上，我们不是要改变它的头发的风格，而是要再用牙剪去量它的后区，让我们的发量看起来是比较均匀的。首先在第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我们不适合去给它做太多的量感去量，因为它的发际线是很窄的。在这里如果你量区很多的时候呢，第一下面它的发量更多到上面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是一个下区特别窄，然后呢显得发际线有空洞有曝光。所以底下这一层我们只需要用10%的牙剪去柔和发梢就可以了，不要发梢硬就可以了。裁剪是怎样裁剪呢？我们就怎样去提拉柔和它1/3的地方，然后我们交叉去做，多2个角度去做。用10%的牙剪去不了量，只是柔和发梢。特别要注意的是两侧这里不可以去多去，只能柔和发梢，因为它是中短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在根部去做。如果它是一个比较短发，这个时候根部会出现阴影，因为两边发量会比较少，所以根部要去。这款头发呢其实不需要。那为什么选择用牙剪？这个跟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以及和你去给自己剪头发塑造的风格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做现场呢其实很快啊，要的是效率。那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和这个亚洲裁剪有很大的变化？风格上面没有很大的属性变化，是因为在高效去产出的情况下，所以在像日本啊、韩国啊，削刀的频率会特别高，而剪刀和牙剪其实都已经是很慢的。它的品质这一块就要看你用工具的熟悉度怎么去控制。第2层的时候，我选择是一把去发量偏多的20%。那第一步呢，我们先随着这个头型走一圈，发梢过一下。这个头发偏多，我们在剪的时候呢，去量的时候呢，都是反头型去做的，跟我们的裁剪的层次是相反，达到这个堆积切头。头发越多的人在中间其实越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有直接的根部，也不是说主要吹它的量，是为了让前后看起来比较匀，不觉得后面是特别多。通常我们是打3到4片，那我在侧面所看到的，这个时候我不觉得后面现在比前面多特别多，那这样的结果就 OK 了。所以中间这个部分越往中间走，我们只需要在中间这里过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解决它发量，而不希望后面的堆积看起来特别多，这样就 OK 了。那整个看起来轮廓的痕迹就没那么重。这一侧大家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保留1到2指位的厚度，从这里开始直接在根部去下剪，那不建议你一刀进去剪死，我们是点着去剪，因为我手里现在去发量的剪刀是20%，所以去的量呢，如果你是整个刀一起全刀进入的时候呢，去的量就比较多了。打3片，就第1层以下的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管。那虽然这个时候看起来还有点薄，但是呢，我们要有个经验，其实在吹干之后这个还是会很厚，因为上面还有一大层。到了中间这个区域，其实我们在中间打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用牙剪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上面有足够的多的头发去盖在这上面，才去用这个剪刀。上面这层我们随头缘去剪一个堆积层次，从1/3的地方，这样是去不了它什么量。我把表面一层分起来了，表面不想碰到牙剪，所以头发这么多的，不建议用削刀去去，因为第一个扣力不好，力部的时候呢，后毛机械不均匀，其实外侧看起来还是会很重。同样提拉的角度我们也要高，那打的时候呢，可以接近中间，慢慢往发尾去推，因为这是10%的牙剪，超过1/3接近中间。然后我们还要去把发尾全部挑一下，用牙剪来去做挑。这层这里呢，它有重量，但绝对不能让发尾特别硬，因为表面这里还有一层我预留的一层，但也不用担心这里会剪完之后会翘。首先我们打的是发梢，第二个这个头发是低层次。可能会翘，针对头发少的人其实不用这一步，挑1/3的地方。正常来说10%的牙剪我们要过2到3遍，不要出现断层。那我们先从侧面去看，这里的发梢和底下是质感是差不多的，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从底下是慢慢到上面后的。最表面我们可以不用牙剪啊，吹干之后做一做点剪就可以了。分配的主要是在后区，所以两侧也不是作为我们去量的一个重点。两侧我们只需要柔和发梢就可以了。在两侧剪的时候呢，移动去剪这个发梢，内侧这里分层，在边角这个区域可以多打一下就 OK 了。再到中间这个区域，发梢挑一个，越到外面的时候越只是碰到发尾，其实出现会非常柔和，然后是一个比较动感。最重要是这个头发看起来不像是刚剪。如果你想你的头发剪出来比较自然，就是要看头发第一时间呈现的形态，它看起来是像非常硬的，还是呢轮廓特别整齐的，那都是属于 long bobo， 有外线是齐的，也有这种柔和的。那现在只有最表面这一层是厚的，我觉得整个流向这里都特别自然。我觉得能控制一个好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用什么工具其实真的重要。这边是偏分比较多的这边，所以这里呢我们可能要多打一片在中间，把最表面的分走。在这边呢，我们只要提高一下角度，打这个中间就可以了。这边是偏分比较多的一边，先把发梢柔和一下，在中间这里打2到3下，那这是10%的，再把外面的头发放下来，这样就不会觉得这边特别重，这两边得到的一个均衡也会比较平衡。再把外面这里挑
调一下。那只能打里面这个转角区域那个厚度，观察一下发量的多和少，厚不薄。那我们在湿发的时候呢，其实要完成整个头发的90%，吹干只有做表面的一些厚薄的检查，以及转角、刘海和细节检查就可以了。OK， 这是我们自然吹干跟粗的带顺的结果。那其实我们在侧面去看，它整体还是一个比较柔和的圆润的一个蛮厚的。那么在湿发的时候呢，因为表面层次的一个关系，它可以出很自然一点点外翘的东西。那个客户自己在家里打理的时候，如果他不进行任何吹风，它这里会自带一点点外翘，然后其实加热的时候可以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里的坡度是非常圆润，有个抛物线。那我觉得这一款是非常商业，以及适合当下的这些客户清洗的一个需求。如果厚重点呢，它会偏沉稳和直长一点；如果把它再打薄点呢，它会看起来会比较清透啊，同时风格上面会发生变化啊。如果说卷度我们再加强，它会变得会更优雅知性，同时呢，原味也会更强。所以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果实已经做好。那么吹干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表面的这个亮感，最表面这一层呢，我们没有进行压线打薄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胖点就好，也可以通过这个剪刀去挑点去加亮。然后呢，检查一下这个转角这里面的细节就可以了。那我在剪之前我说了，我们在最后得到的目标线我是在落肩这个肩膀以上的一个结果，刚好是落肩这个长度。所以我在这个侧区呢，在这个后区这里的表面呢，我觉得挑一点发量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发质特别好，发量也特别多，在这里去一点点它的量就可以了。还有剪刀再去做这里量的时候，第一呢，这个质感会更好，第二切口会更直接。也可以选择低角度去选择胖点去挑啊去划，可以的。这是每个人的工作习惯，我觉得这个倒是大同小异。只要你能把整个流向划更好，觉得吹干不是做细节，主要是做表面没有去做发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侧面的弧度以及它这个抛物线这个留下，它像一个从短透过长长的感觉，变得很柔和很自然。你头发做的越自然，其实洗脸之前再将表面切口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内部这里的厚薄，其实湿发的手续应该已经做好。那这是个涉及到一个判断问题。当你中间的量拿得不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飞机会特别重，因为它的发量会很多。当你去的过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会容易外翘，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整个头表面全部做一下点点。这步做完之后，其实我们只要再检查一下刘海这个合并的发生厚薄就可以了。我现在刘海这里呢稍微厚了一点点，在表面拿走之后，在内部这里中间这里挑进外面这一层的发尾这个控制。我觉得正常情况，这里我们斜着去取发线，保留边缘的部分，斜着去取发线，薄薄的一层，咱们避开转角线这个量，在上面这一层，但是里面比较深，外面比较浅，再斜着去取发量，这样呢每一层切口容易被压制在里面。这一层我们在中间这里过渡就可以了，因为外面越少，最后到刘海这里最里面这一层，薄薄的一层，这里我们尽可能做到刘海是薄。不虚，希望我们已经成了厚完不薄，薄完不碎，这样就 OK 了。那这样整个头发的质感呢，基本上均匀度我已经在湿发的时候处理好了。那这个后区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去做了，就 OK。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饱满度和流向都会很好的一款短发当后发。从转角线这里开始，底下的头发我们在吹的时候呢，往前去转就可以了，让它产生一点内扣。U字区以上，我们只需要吹一点弧度就好了。用9拍速去吹的时候呢，可以减少头发的张力。在后面只要往下吹，吹两侧的时候，9拍速走慢一点，然后呢，从这里平着去转就可以了。这样会出来的弧度呢很自然。因为头发够长，所以吹起来的柔软度和流向都特别好去呈现。这样风一吹的时候，它会有点凌乱感。然后我们在侧面拍起来有点那种蓄发就 OK 了。后面走一个抛物线就好了。去量只是平衡头发的量感，如果打得过薄或过碎的时候，头发在没有经过烫发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呢让客户自己洗完之后会乱翘。那这也是我们要慎重之处。不建议大家用滚珠去吹这个很自然的这个弧度，这个你吹容易吹蓬起来，所以9拍速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用。底下往前，上面这里呢软平了往后就可以了。刘海的区域我们只需要把头发这样往上。吹完之后呢，我们要稍微把根部往上顶一下。如果你想把这里吹得很高，也可以在根部的地方，这样，太高的时候就很窄，这也不会很生活。你要做的是商业，那就是客人能看得懂的。同时呢，发型师的痕迹会比较少。
大概这样就 OK 了，非常的自然。同时呢，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经常看到啊。当然，你的这一款头发还可以结合一些烫发啊、微卷，那非常商业。无论是现在的微博上还是小红书上面，其实这一款头发也是非常多的。当你掌控了这个流向的时候，后期你可以去不断的去提升这里的层次以及轮廓的表现力。比如说你的轮廓可以走圆一点，走平一点，层次可以走重一点以及走匀一点，可以做不同的头型去呈现不同的结果，它出来都会非常商业啊。OK， 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在裁剪的时候，我们面对它的头型和发质，我们就说了，大家要的目标结果，这个肩上的 long bobo。所以在开第一层剪的时候，我们先定完的长度其实是超过肩膀1到2指位。剪完第一层之后，我们去角去磨圆，多把内侧的头发去剪短。那同时在两边把头发的角正往前去带，去抹掉它的一个尖锐的地方。那第一层在裁剪的时候，只需要去去它的角就可以了。那整个后面其实分为3层，第一层到整骨点，第二层到黄金点，以及上面表面层。那么裁剪的时候，除了第一层去角之后，下一层中间这层我们是低于45度，接近30度去裁剪，而最表面我们是压低角度来去裁剪。那后期去角，然后再去把顶部的磨圆，所以会产生这种弧度的层次。两侧会非常简单，夹到耳朵后面顺着底线去剪就可以了。所以得到的这个结果不是后短前长啊，那样的bobo是以往我们传统的一个剪辑方式。所以我们在裁剪这个long bobo是非常柔和和自然，整个轮廓是微微向上啊，它同时还有bobo的影子在上面。而任何一款商业的头发都是建立在经典的轮廓之上进行演变和改变它的流向以及厚薄以及造型的形态而出来的。而这款头发一样。那么着重的重点其实不是结构，结构只要保证是一个椭圆那个外形。那在去角部分，顶部是垂头圆，而表面也是垂头圆卷的。那最重要是两侧，我们来去交叉去做的时候，不要去碰到耳朵后面这个区域的头发，因为一旦把这里去了之后，会容易出现变孔碎。那再一个就是我们再去交叉做两边的时候，得到后面是一个椭圆向后的。虽然我们在剪的时候是三角堆积，那么剪完之后一定要通过交叉去角磨圆，让它变成椭圆向后。这样我们来通过整个推干之后，我们的形状是往后倾的。那两侧去完角之后，还要把转角这个角抹掉，上下层次就过匀，这样整个是往后倾的一个。那通常那款一般 long bobo 是搭配长刘海为主。在去亮的时候，第一层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着重是把中间这一层两侧的宽口去掉，同时在中间这一层也是在根部，在转角的根部去掉。那越到上面去打的会越少。表面我们推干之后，那包括到现在我们这里还是非常厚实的。那为什么保留这个表面的这个头发的质感？第一呢，还原度会比较高；第二，在客户自己打理的情况下，也会提高质感的出来。再一个，遇到发质不好的，那沙发和自然卷，那客人的还原度以及表面的质感还是可以被保留住的。OK， 那这款头发就结束了。看看镜头的。